来到了中国朝鲜边境的吉安市。之前我们带着大家看到了鸭绿江对岸的朝鲜城市，也了解了这里1000多年前高句丽的历史。这个视频我们带着大家品尝一道不能错过的朝鲜族美食——高丽火盆。高丽火盆是吉林省通化吉安市特有的美食，名称源自朝鲜的旧称高丽，因制作和使用过程需要在火盆中进行，故而得名高丽火盆。在平底锅上铺满牛肉、猪肉、猪肚、牛肚、牛蹄筋、豆腐、豆芽等10几种食材，而后用炭火炙烤，变成了一份寒冬里的特色美味。东北地区天气寒冷，火盆自然也成为了当地人最热爱的美食。结束了吉安之旅，第二天我们沿着鸭绿江一路南下，驶向丹东。这一路的边境景色令人称奇，晚上终于抵达了中朝边境的丹东。我们在吉安转了一天了啊，这会儿已经天黑了，感觉有点饿了。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带大家尝试一下吉安特色的美食，叫做吉安火盆。这边有一个吉安火盆一条街，这条街呢，据说是长度大概是500米，整条街的两侧店铺全都是卖这个吉安火盆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一家去吃吧。我们刚到这个火盆一条街的入口处啊，就看到这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，比如说这个其实呢，这个石墩子的作用就是防止这个机动车开进去的。你看它这个造型就非常像朝鲜族跳舞的时候腰间挎那个长鼓。然后再往前面走呢，这边又有一个这个造型就非常的像火锅，但是呢我猜哈，它应该是吉安火盆的那个样子，毕竟这边是火盆一条街嘛。我们现在往前面走走，去找一家，都不知道吃哪个了。我觉得这两边好像都差不多。你看这边是昌盛高丽火盆，再往前面呢又有一个，这个叫什么老街坊高丽火盆，反正都差不多。咱们就随便找一个，看谁家人多。这两个朝鲜族的娃娃，一人抱个火盆。哦，真的是火盆里有好多食材啊。哇，这个长得像我们古代的那个鼎啊。现在感觉是淡季，这边有一些店铺没有营业，就我右手边的这一排都是开门的，然后这一侧都没开。看这家卖这个米肠的吉顺米肠坊，还有一些别的也是做高丽火盆的都没有开。我们转了一圈，最终决定来这家吃，这家叫朝族高丽火盆，感觉顾客挺多的，应该味道不差。哇，哎，这个是一个真的火盆啊！对，走到跟前之后，我感觉突然热起来了。我们等一会儿要吃的，难道就是这样子的锅煮的菜吗？这酒了，你快点啊！看，上过央视，天天向上。你好，俩人儿，好多都是当地人来这吃的，这个味道肯定是不差。这中间放了一个盆儿，下面难道是火吗？哇！这有可能是真的炭火哎，对，这直接就是一个空的。我看别人的好像是把3选1选什么？你好，那个炭火是放在这个盆里面的啊，3选1选打糕。好。我们俩买了一个他们家的套餐啊，是2到3人套餐，里面有一份高丽火盆小份，就是2个人3个人吃的。老板问猪肉牛肉就都吃吧，那里面肯定是有猪肉和牛肉的。另外呢，有2盘这个小凉菜，这个是辣白菜，这个是豆芽，这2个菜看着挺清淡的。另外里面还有3个鸡蛋，还有3份米饭，还有一个叫特色3选1，一个是米肠，一个是打糕，一个是米酒。我选了打糕，你想吃别的咱们可以单点。要米酒吗？或者米肠？打糕挺好的。那好，那就这样吧。这下面是炭吗？对，炭火。哇，好暖和呀，感觉整个脸都热起来了。哇，这里面东西好多呀！哇，看看里面都有啥啊？好像有这个，首先是肉，这肉我就分不清是牛肉还是猪肉，但老板说的样法肯定都有。另外还有这个米肠是吧？对，这是米肠。还有这种的，我看着好像像这个肥肠啊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你看，
感觉像什么肠儿。什么肠？对，对，不知道是什么肠，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蔬菜，你看这个蘑菇、豆腐，还有这个洋葱、豆芽，这个像什么呢？火锅？还第一次吃这个火盆啊，挺奇特的。还有个料碗啊，像吃火锅感觉。对，感觉就跟火锅很像。你看我调了一个芝麻酱的料碗，哎呀妈，又是芝麻酱。但是我感觉它这个锅已经看着挺有味道的了，不一定要用蘸这个。我是喜欢吃原味的，所以每次要调一下料先碗。尝一个，先尝个肉吧。这啥肉啊？感觉像那个猪的瘦肉。尝一个啊，看起来好烫。好吃不？挺好吃，我觉得可以不用蘸料，这个味道挺好的。对那个味道就很像，有没有陕西的朋友？很像咱们那边这个大烩菜的味道。然后就是它是把各种各样的肉和菜烩到一块儿，然后它这个汤呢，看着汤比较油，其实吃起来还挺淡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吃这个火盆吧，这个下面有炭火一直烤着。另外呢，老板跟我们就是套餐里面有3个生鸡蛋，这个不知道怎么吃，可能是快吃完的时候把这个生鸡蛋打进去。另外就是配的这2个小凉菜，还有打糕就可以一起吃了，还有2碗大米饭。哦，这个套餐的价格还挺便宜的，我们这么一大锅加2碗主食，还有这些小的配菜，一共是98块钱。就整个的这个火盆一条街啊，2到3人套餐大多数都是这个价格，80到90多，就100以下。然后这边4到5人的套餐也就150块钱，我看别人吃的好大一个锅，应该就够了，还挺实惠的。真多呀，感觉像火锅一样，像我们那边烩菜，像那种焖锅一样的，什么菜都有。对，牛肚啊，哦，这是牛肚呀。对，就是牛肚和猪的那个小肠啊，还牛蹄筋儿，牛蹄筋儿啊。就像这种都是蹄筋儿。各种里面料挺足啊，各种牛杂、猪杂挺多啊。蹄筋儿啊，这是牛肉，对，酱牛肉，酱牛肉。这米肠是什么做的呀？米肠是那个黏米和那个猪血啊，猪血啊，他俩做的。对，这个火盆就是越见到后面越好吃。对，慢慢入味了哈。好的，最后还可以炒米饭啊。还可以炒米饭啊？哦，好嘞，或者尝一尝吧。好，谢谢老板。你这鸡蛋怎么吃？鸡蛋就等着这个汤汁收了了，最后下来油了再煎鸡蛋，或者炒米饭。煎鸡蛋啊。或者炒米饭都可以。我们自己炒啊。你们那个什么，我们一会儿有时间，现在不算太忙，就可以给你炒，要不你不会炒。好的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原来吃完还可以再吃第2餐，挺好，可以吃下半场。我看别人吃的时候都是先吃菜，不就米饭，米饭是最后放到汤里面去烩或者去炒的。原来我们那米饭是用来炒的，我一直以为这米饭让我们就着吃的。我们吃了一会儿这个火盆啊，怎么形容啊？这火盆的味道真是越吃越香啊！我以为刚开始吃的时候，为啥这味道还挺淡的，最后越吃啊，这味道特别的好吃。然后呢，这里面的肉啊，有好多那种，像我比较爱吃那种各种羊杂、猪杂、牛杂的。他喜欢吃肥肠。所以这边特别的多，有肥肠，你看，就是肥肠。还有那种牛板筋，各种牛筋、牛肚的，特别的好吃，味道特别入味儿。我感觉这个冬天吃应该比较爽，现在就是感觉脸发烫啊，坐在跟前。有2个感觉，一个是吃起来越吃越香，2是越吃越热。对，因为这个炭火烤的我后面实在是有点热。而且这个炭火这个大小就不太能控制住嘛，所以就是这个老板一直过来给我们拿铲子，不停的要翻一下底儿，就怕粘锅。老板这会儿顾不上，我自己翻一翻啊。对，你看这豆腐啊，下面都已经煎的，看，金黄的了。老板给我们炒饭了。老板亲自给你炒啊。太荣幸了。哦，先把菜捞出来啊。太多。哦，菜太多了。老板，这火盆里就是火控制不了啊，一直温度很高哈。哦，可以。这都炒好了，就可以给你去火。哦。你要喝酒的话，可以很快就好。多少钱拿着？好了。
暖和。哦，慢点。是，油也太多了，是不？对，这给你撇油。哦，美女，你来拿这个来，这一点声没有啊？别烫着啊！一点声没有。哦，把油撇一下。这是油啊，我刚以为是水呢。这么多油啊！留一点油炒啊。对啊，炒饭。哦，还有蛋呢。就是吃下半场了啊！哇，香煎鸡蛋。哎，这种吃法还没见过呢。没见过，挺好玩的。留点油，把蛋一煎。感觉又多了一份石锅拌饭是吧，老板？我也感觉是。石锅拌饭可干嘛了哈？这也不用加盐啥了啊。可以加，你要觉得咸淡不够可以加。不用加了。不用加了，有那么多菜呢。对。原来是这个吃这个火盆啊，吃完第一场还得吃第二场。对。第二场老板给我们亲自再做一个像类似石锅拌饭一样一个炒饭，一锅两吃，里面加点辣白菜。哇，老板来了！哇，谢谢老板给我哦，们加点。这是辣白菜的汤。对。哇，哦，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好看了。对。这刺也好吃啊。老板，你是朝鲜族吗？对。哦，这是你们传统的美食哈。对。老板，你们家是本地的吗？对呀，我们是土生土长的。哦，老板说等一会儿，等到那个米饭下面形成一层那个锅巴，然后米在里面开始跳舞了，就好吃了。那我们先吃菜吧。嘎嘣脆，对我们还剩这么多。那么多菜呢？来，哇，我觉得这个量挺大的，这个3个人都够。我们俩可能是太不能吃了。对。老板给我们焖了一会儿，已经有锅巴了。别着急啊。不急。不急。我俩都吃不完，感觉。挺多的。很长，这个好吃。好吃哈。火盆这炒饭这样。对，我们这个感觉这火盆啊，越吃越好吃哈。这个菜。对。这是要吃要吃。越吃越香。刚开始吃的挺淡的，越吃味道越入了。刚开始就和炒菜味儿一样。对。当你接下来油以后，你再吃哈，它不一样啊。是。我们这个火可以撤了，因为已经没有什么要加工的步骤了啊，剩下来就只剩下吃了。哦，这样的撤火呀。然后把那个锅再放在铁盆上。哦。这锅就拿走了哈。对。这个火盆就已经结束它的使命了。我们开始吃我们的炒饭了，感觉脸瞬间不烫了啊！刚才我脸都烫红了。刚才旁边感觉越吃越热，越吃越烫了脸。对。你觉得米饭里面什么是精髓啊？泡菜。泡菜哈。味道怎么样？太好吃了。剩这么多怎么办？打包。打包吧，这明早早饭都够了。对呀。太好吃了，就里面这泡菜了。然后老板往里面放了很多。腌泡菜那个汁儿，然后整个的颜色就发红，还有一些，你看这种辣椒都是泡菜里面的，红红的这些。其实呢，我们刚刚吃完那个火盆里面的肉和菜之后，我基本上已经饱了，但是没想到这个米饭太香了，我又吃了2盘米饭。不过量确实大，我们这个是2到3人套餐，里面其实是带了3碗米的，但我们俩吃不了，老板给我们炒了2碗，就这我们还剩了这么多。我们一会儿把这些打包回去吧。对，我们觉得东北的饭量真是大，每次里面写的2到3人餐的啊，一定是3个人的餐，一定是2个人吃不完，3个人吃刚刚好。对，量真挺大的。我们今天吃这么多，还有一盒打糕，我们都没有拆。对，打糕都没拆，那个一会儿打包带走。我们吃了这么多啊，然后还剩了这些菜呀什么的，豆腐都剩下来，还有肉，一共才98块钱，就再加上2瓶饮料，就刚刚110啊。对，推荐大家来吉安或者朝鲜族待的地方，只要有火盆啊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，味道还是相当好的，真好吃。在吉安待了3天，我们今天准备离开吉安，往丹东的方向走了。刚刚出了吉安的城，这边要走这个路叫吉丹线，其实就是国道331。这2天吉安的天气特别舒服，每天都是晚上下点雨，白天就晴了。
然后温度也很舒服，每天最热的时候应该是19、20度左右，不冷不热，特别舒服。我们这会儿刚出吉安城，到了城郊的位置，再往前面走大概40公里，会到达一个朝鲜族自治乡，叫凉水乡。现在我们镜头的左边那条河就是鸭绿江，对面的山就是朝鲜了。我们今天是全程沿着鸭绿江在走，从鸭绿江的中游往下游走，到了丹东那块儿，鸭绿江基本上就快入海了。刚出了吉安的市区，我们就开始盘山了，因为吉安就是一个3面环山、1面临江的一个城市。现在我们这个位置是在一个山的半山腰上，我们的左边就是悬崖，悬崖下面就是鸭绿江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距离江面的落差是比较大的。大家可以看到画面的左边有这个边境线、铁丝网，就是下面就是江对面就是朝鲜了，非常近。哇，这个水面还是很开阔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凉水朝鲜族民族乡，但是呢，这里边现在没有什么游客啊，也没有什么人。本来我们想着能来这儿看一下现场做打糕，然后再买点打糕吃。结果呢，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呢，就是这个民俗一条街啊。除了有一些比较特色的房子之外，还有路两边画这种有民族元素的壁画，再没有看到什么其他的了。可能是没游客，现在这边就是那些民俗表演什么全都停了。本来呢，我看当地的文旅宣传啊，还有很多穿着这个朝鲜族服装的，每天在广场那边有跳舞呀什么的，现在也看不着了。那我们就继续往丹东走吧。听说啊，这个乡大部分的居民都是朝鲜族。你看它这边门口放的这种鼓，还有琴，还有墙壁上画的这些绘画，还是很有特色的，就是没见着啥人。这好像是那个太极湾，是个旅游点儿。我们今天从吉安到丹东，哇，路过了一片超美的水域。大家能想象吗？我们眼前这么宽的一个水域，居然是鸭绿江啊！天哪，太美了！然后现在江面上还结冰着，还没有化完。感觉鸭绿江越往下游走越宽啊。一般的河流都是这样的，上游跟中游窄一点，越往下越宽。但这个地方也太宽了。这个湾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太极湾，我知道那个鸭绿江上面有一个太极湾挺有名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这块儿。这个地方呢就在凉水朝鲜族乡，往丹东方向走出来大概5、6公里的样子。是，就这么近。我们的位置刚好是一个半岛凸出来的，这块儿旁边都是村庄，这边还有一户人家，剩下的位置呢，你看路边上都是铁丝网，这边都是边境了，然后在狒狒这边也有铁丝网，这边都是边境，但我们这块刚好是一个凸出来的一块陆地，下面还有船。我看了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朝向这个地方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。就是这一条其实是一个支流，这一条它是一个汇入口的位置，然后那边是鸭绿江，这个是一个支流汇入鸭绿江口的位置，所以这块特别大，等于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个方向就是朝鲜了，就那一块。然后这是一个小河嘛，这个河的那边是鸭绿江，因为这一侧都是我们的土地。等于那个岸上还是我们那个地方。对，我本来看了一下对面，我觉得那边的房子建得不错，还有很多汽车哈。我说朝鲜这么好吗？后来看了一下地图，那边是我们的，就是那个山坡上坡度比较缓，种的玉米什么的都是我们土地。朝鲜那一边就相对，就我们昨天在吉安看的时候啊，朝鲜那一边他们的耕地都在非常陡的那种坡上做的梯田。他们应该像这么好的土地都是比较少的。对。哎，江中间有个人在走啊。对。看到没？看到了。真的有个人在走。天哪，他这个冰我还想着变薄了呢，他下去走啊。挺有意思的，在鸭绿江上还有这么宽广的一块地方。我刚看了一下，那个人不是边防，就是普通的，就边上住的边民百姓。看他那个衣着，
看它那个位置呢，它就是要去这个对面的这一片儿，应该是这个村子住的人啊。不过现在这个季节还能在冰面上走，也真是。大哥大姐，这冰上能去吗？冰上能不能去？能走。会不会掉下去？会掉下去吗？哦，哪边是朝鲜呀，大哥？那边哈。哦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辽宁省了，旁边的这个江叫浑江，浑江是鸭绿江的一条很大的支流。浑江口这是，就很快呢，浑江从这儿就要汇入鸭绿江了。前面有一个检查站，应该是省界的那种，但现在不一定开，很多那种省界检查站都撤了啊，现在。吉安交警祝您一路平安。那我们就已经驶出了吉安的这个管辖区了啊。前面是浑江口的一个停车区。现在我们正在开的这个就是浑江大桥，看这边是浑江的上游，这一侧是下游。下游那个地方马上就要汇入鸭绿江了，浑江口就再往前个200-300米吧，给大家拍一下啊。就那个地方就是浑江口了，浑江啊！我们现在过完这个桥之后呢，就进入辽宁了。前面有一个省界碑，辽宁界，欢迎您来辽宁，祝您旅途愉快，谢谢。我们过去之后呢，往右边走，走这个国道331。国道331去丹东，从这儿到丹东还有193公里，可能还得3个多小时。就大家看，我们今天这一路完全就是山路，前方落石路段。今天这一路就一直在山里面盘。吉安还真的是每个方向都不好去，从通化过去也是山路加隧道，从丹东这个方向去也是，所以吉安还是挺易守难攻的啊。所以当时高句丽把都城建在那里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浑江，江面好宽呀。我们俩现在已经盘到半中腰了，感觉江已经很低了这个位置。其实鸭绿江的吉安段那里不算特别宽，两岸之间也就300米左右，因为我们知道吉安的公路大桥就是跨国那个公路桥也就360多米，但是到了这个位置啊，鸭绿江已经进入下游了，越来越宽了。随着几条大江的汇入，比如浑江啊，它这边的江面就非常开阔了。很期待我们到了丹东之后，从那边再看这个鸭绿江，肯定更宽了。我们现在距离丹东还有60公里，两边已经出现了很多草莓的采摘大棚了。大家知道丹东的草莓非常有名嘛，现在两侧呢全是种草莓的，有人在路边卖，也可以进到棚里面去摘。但是我们打算到了丹东市，再往南边到东港那边再去找个采摘园吧。现在这块是刚刚过了宽甸河的河口，宽甸河也是鸭绿江的支流，所以这一片的鸭绿江也非常的广阔，也是一个入江口的位置。大家看这个，好宽啊！对，屏幕左侧，这就是鸭绿江的下游了。宽甸河口这个位置种了很多桃树啊，看左边，这都是桃树。这边好像是桃子的一个产地，到处都是宣传这个桃花还有桃子的。哇，这是码头吗？好像是养殖的。哇，这一片的鸭绿江真宽呀！离丹东越来越近，空气越来越湿润了，我们快到海边了。刚刚我们开窗啊，这个风都是湿湿的了。这边好像有一个鱼叫鲟鱼，我看路两边都是卖那个鲟鱼的广告。这儿好多这种养殖场啊，鸭绿江边这些。这个村叫河口村，这也是一个支流入鸭绿江的入江口了。
我这河好宽呀，这块儿。